就是这种中间传话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嘛。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要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嘛，最重要的就是解决问题嘛。因为我是觉得不管是追星还是什么事儿，都应该是让你们觉得开心的事情，更能够对你的生活会更友好。如果你都追着星那么难受了，我这心里是非常内疚的呀。而且我们可以好好的沟通嘛，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好的沟通，就是不要上来就是那种，哎呀，跟你说了你也不听，赵露思随便你吧，怎么地吧。我从小都是被我妈这样的沟通方式刺激的，结果我上班了之后，我还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我很 PTSD 啊。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特别就是公平的来沟通吗？就是我们不要带情绪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工作室他不是不回复，我觉得他回复都回复的都是废话，什么什么调整中，然后又这那的。当然了，我刚刚也是很生气，因为他们要是搞明白了，整得明白了，我就不用，你们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也不用来跟你们讲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如果讲不清楚，又会被你们误会这样子。那当然了，里面很大的问题在于这个中间这一道工作室的这个沟通的问题，所以我就是来解决问题嘛。他们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不用在这解决了嘛。那不是因为他们没解决了嘛，所以我肯定是来解决，对吧？宝贝啊，首先高黑的这个事情，因为连我都有去了解过，这高黑的事情是一直在进展的。但是有没有宝宝是学法律的？就是你们知道，就是这个他一个告黑的过程它很慢，它要等受理，它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了，但是我们要等待受理，就是等待法院的受理，然后我们包括什么立案什么的，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流程来做。这个不是异想天开，今天我要告诉你，我明天就有结果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定都在做的。我眉毛一高一低嘛，我一直其实都是高低眉。首先这个商务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没有是谁要带谁，就是对于品牌来讲，那我当然是，如果跟露丝合作了，那如果本来也有些拍摄，我是不是就找他公司的人呢？找他身边的人呢？这样会不会他也会更高兴呢？大家都是奔着一个可能没有去想这件事情是不是会让我的粉丝觉得不开心，这样子就这个事情我在中间也有很大一个 bug， 因为我也有在说，我说可不可以让品牌们找身边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做这个事儿啊？我说可不可以，就是所以我为什么心里很难受的原因是啥呢？我不是说粉丝不可以表达自己的不开心，我心里难受的点在于这一切呀，全是因我而起。就是我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帮倒忙了吧，一个性格啊。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就是所以我才说，这个事儿我得解释一下。如果这事儿跟我也没关系。
然后呢，他们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然后就去做这些事儿，那我跟你们肯定是一样的生气。我自己心里有点内疚，有点难受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确实是我这个瞎出了主意，就是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啊，那我还是要给那个解释一下，就是你们，所以我觉得之后反正。我觉得我肯定不做这个事儿了，因为感觉这个事儿做的就是反正不太好。但如果以后真的是人家品牌就想要去找，我们也不能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全完了，就是一辈子也还不上这个钱。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等于说我以后我的商务，然后品牌的人也无论跟我有没有跟我有关系的品牌也不能找我的艺人，然后等于说就是这个意思吗？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又是别带闺蜜出镜，那我每天那就跟谁拍照？以后我现在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了。我这好不容易存了1年多，才存了一些发的这些照片。我在，那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就不能，你们想一下嘛，这个事它有没有可能实现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后等于说，比如说我心情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说，别跟我拍照啊！我说别跟我拍照啊！然后我说我只能自拍，别给我拍照啊！我这肯定不行吧？我这样啊！而且我跟你们讲，我真说实话，他们都不敢跟我拍照，他们都觉得，因为他们觉得跟我拍了太多东西，或者跟我拍照，人家就会说他们蹭啊或者干嘛，你明白吗？他们都尽可能不像。我跟雅佳拍的照片都是奶奶过生日的时候，我说雅佳来，我们来拍个照片。我说我一直没跟你拍过什么自拍，然后拍的，然后吧，人又挨骂。就是我老觉得就是我干，其实是我提的这些事儿，然后因为我提的这些事儿，然后人又挨骂了，然后我心里才觉得难受。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你们能明白我的感觉吗？工作室的人一直都在换，当然了，粉丝当然没有爱其他人的义务了，我非常理解，我非常了解这个事儿啊。但是宝宝，我从来都没有说要你们爱他们呀。就是这个东西，无论是像笑笑，真的是在我非常非常难的时候，他是顶着什么样的压力在我身边呢？就是他一样会被封杀，会被行业抛弃，就是他一样做不成这个工作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你们很多不知道的事儿。那个时候他还愿意跟我站在一起，然后你就是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呢，包括像雅佳之前也在，雅佳是因为我签到了一个公司，然后我离开了这个公司之后，我就把它扔在那儿嘛。然后他为了跟我一起出来，本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过得也就是那样吧，还又背一屁股债，你以为出来就这么简单吗？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我只是希望喜欢我的宝宝们要知道这个事情里面的这个过程，因为你们明白传话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之间一个信息没传明白，就会被误会，就会被误导，太容易被引导了。所以我只是想要解释，或许我听了你们的意思之后，我也会觉得的确是我的问题。像这一次我就反省了，我昨天就反省了，我觉得的确是我的问题，很多的想法和处理没有去想得太周全，就是我只是想着说刚好人品牌也喜欢我们家的这个人，然后呢加上又是我代言的这个事情就是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呢
我只是就是想的很简单，我就没有想到大家会生气这件事儿，所以呢，我现在也是反省到了，就这个事情让我也感受到了。对，就确实不能这么做。那我就就知道了。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告诉我，这个问题在哪，你知道吗？但是很多事情他可能办得到，也可能是正在办的过程中，也可能是真的办不到。所以我想跟你们解释这个，你明白吗？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有，比如说像现在这一次的事情，就是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到，就是粉丝大家对，就是我们同公司的人一起来做商务这件事情，大家是非常不开心的。那我就能够理解了，我就会去调整，我就会去告诉他们，以后我也不会这么再去做了，因为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主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像我们的商务，他也不敢说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在我从网上知道，就是大家朋友都当不成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主导的，所以我很内疚，所以我想要来道歉，想要来说这个事情。那之后呢，肯定会这样来调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说实话，我可能还没有考虑的一个就是，其实我也给我公司的艺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就是他们说实话，就是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妈呀，我能拍这个商务吗？我能做这个事儿吗？哇！但是露丝好不容易去聊下来，或者是怎么样，商务好不容易去做成这个事儿，我就说我不敢，我不愿意做这个事儿，我怕粉丝骂我，我就不做了。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是不是很怂啊？所以他说，那我安排的工作我就去干了，然后这些工作吧。又是我一个人在这自作主张，所以我觉得大家来说我，或者是来说我这些问题，我是完全接受的，因为这个事情它的确是我在这瞎出的主意，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我不是在帮谁去背这个锅，但是我只是不希望是我出的主意，然后出了问题之后，是身边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只是听我的主意去执行了之后，然后挨骂，然后都很难受，因为他们有委屈说不出来。因为你像不管是像 Derek 还是像他们他在他们心里不敢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是露丝让我做的，你明白吗？就对于他来说，他如果说这句话就像是甩锅给了我，但实际上其实就是我做的，然后但他觉得好像是他自己在那儿，好像是觉得好像是很英勇的感觉把这些话都吞进了自己的肚子里，但实际上是我干的，所以我觉得我也非常能够接受大家对我的这个事情，所以我理解到这个事情了，我之后肯定会去重新去判断这件事情的。然后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我特别大家当时就是什么叫矫责呀？我没有在矫责呀，这个不是在矫责呀，这是因为是这个事情。那如果你都脱粉了，你还要来骂我，那更不对劲儿了。你能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呢，就像这个事情，就像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大家只需要看你到底是喜欢的是哪一个人。就像之前我说，之前我化妆的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也是，反正我好像做什么都不对劲儿，做什么都不对劲儿。但有一部分一直都很支持我的粉丝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你们很支持我，然后我慢慢的就是很认真的画，这个技术也有所提高很多，然后所以我觉得也有但这个过程当然是不好受的，而且也会让支持我的这一部分粉丝非常难做，就好似他们如果他们现在不一起来骂我的话，就显得他们对我没有责任心。但我不是说要让粉丝们之间要互相这样子就是不舒服，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解决问题。但对于就是他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这样的一些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有基本的判断，就这个人他不是为了真正要解决问题来做的，来发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只是希望不要让喜欢我的粉丝然后心里难受，就是你喜欢我，然后你也特别喜欢我代言的品牌，然后如果你感觉到这件事情对你有伤害了，我真的是觉得很抱歉，很不好意思，非常就是我也很自责对我自己做出的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所以我是觉得对，就是莫催啦。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首先第一个，我能进组，我肯定是非常愿意进组的。毕竟我去年都觉得我没得洗牌了，然后现在又有的洗牌了，我一定会进组。但是进组的前提就是我一定要对这个剧组，包括剧本，我不能着急进了个组，拍了一个烂戏出来，然后被所有人笑吧。我觉得肯定不能这样吧，所以压力真的是非常大，因为什么事情都在紧锣密鼓的执行，而且想要执行到最好，所以压力真的是非常大。首先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把工作和生活分得非常非常开的人，但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吧，我只是在中间真的是没有太想得清楚，所以就是我这个事情的考虑就是没有把咱们家粉丝的心情考虑上，所以我这自责的是这个。我不是因为那个什么 Derek 挨骂了呀，或者谁挨骂了或怎么样，我在这自责，我没有什么好自责的。无论是谁挨骂了，在这个事情中大家都有所得到，不是自责这个，我自责的是我一开始没有把粉丝的这个想法和粉丝看到这件事情的一个感受，就是没想到，所以我有点自责这个事情，你明白吗？所以我想说的是，我来解释这个事情。没有捆绑，这个有啥咋绑吗？这个咋绑啊？这个根本捆绑不上一点，好吗？剧本还是有很多的，只不过可能考虑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更以前吧，选剧本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说什么样的故事情节，什么样的人物会更有意思，更出彩，或者是很甜，或者是很让人觉得心里难受，会以这样的方式去选。但现在可能看剧本会更偏向于他想要讲一个什么道理，他想要看到这个戏的观众有一个什么感受，是激励呢，还是让他们更珍惜当下呢？就是想的东西会跟之前选择的不太一样，所以像这样的类型它肯定是需要有时间去做这个铺垫的，然后呢，首先我觉得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你们要过得非常好，我也想让你们过得非常好。所以如果有一些代言或者是什么，你觉得我现在自己过得很一般，所以这个代言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买了或者怎么样，那一定就不要去勉强自己去这么去做，因为就是我不想让你们喜欢我这么有压力呀，就是很难受，所以你们也不要去，就更不是说你们喜欢我就一样要买我公司的这个艺人的代言，不是这样的啊，完全不是。所以这个也是之前也从来就是没有跟大家说开过，所以你们不要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还有包括说我穿哪家衣服的这个事儿啊，那我每天裸体吧，那就这样，因为我穿这家也不行，我穿那家也不行，我如果穿奢牌又觉得我跟这家奢牌会有关系了，如果我穿这家衣服又跟这家奢牌有关系了，如果到最后没有关系，是不是又要挨骂呢？就是我穿，我也不是说每天都有在穿，是真的不要再带这样的节奏了，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然后呢，我每次会把我想穿的、我喜欢的面料、我喜欢的一个风格，我全部都会让他们，就是有点像是什么呢？我就特想穿我自己设计的这些东西，我全部都会让他们做出来之后，我就很想穿，发自内心的，这后面也没谁逼着我说，你必须要穿啊。因为我心里很清楚，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然后咱俩是好朋友，所以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一直成为好朋友呢？就是他不会来强迫我，就是赵露思，你今天都这样了，你必须要帮我穿衣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我只是想给你们解释，但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解释而认为我是在帮谁开脱，或者是我在挑衅你们，或者是我在故意跟你们对着干，绝不是。如果我想跟你们对着干，或者是我想挑衅你们，我就不听就好了，我就当没看见就好了，大家就生气就好了。但我是想要来解决，因为我不想你们因为我在生活中感到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你们喜欢我，我只想因为你们喜欢我，所以你们很多时刻会因为赵露思这个那个，你们会感觉到骄傲，会感觉到自豪，会感觉到开心，会感觉到幸福就好了。但怎么会因为我感觉到生气呢？而且彻夜难眠，我非常自责了。我就觉得这不对，就是我怎么会让你们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吗？我有想要多营业呀，我其实是很想要多营业，就是你看我真的，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这个就是要骂工作室，你知道吧？其实工作室拍了很多物料啊什么的，但他们会因为比如说最近粉丝心情不好，或者粉丝正在因为什么事情在骂，他们就想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之后再发物料，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这个问题非常大。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其实物料真的是有的，然后也找了非常也入职了很多新的小朋友们，然后包括工作人员们来拍东西啊或者怎么样，他们不敢发，他们害怕发了就是又挨骂，他们就是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吧，真的有拍很多东西啦。什么？我来看看有没有在说啥。你看吧，解释的很勉强，还勉强啊？那你告诉我要说啥？那你告诉我解释还得就是你提问题，我可以解释给你听，好吗？你可以说你的问题，然后我可以解释给你听，这样好吗？首先，我觉得啊，好，比如说刚刚说的，说进组不准带好朋友。OK，我想说的是，演员进组，他肯定是因为要么他很适合这个角色，或者导演、制片人都觉得他很适合这个角色，或者是他自己要试戏。如果大家都觉得他很适合这个角色，但因为他是我公司的演员，他不可以参与这个角色，那我们要不然就现在就把这些人全部解约好了。就是要不然我们就全部解约，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公司就只有我一个艺人，我觉得这样也会更好，你们觉得呢？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吭哧吭哧的赚钱，看什么时候能把钱还上吧，这样 OK 吗？也行吧。
我宝宝们，就是我想说的是，就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有一群朋友们在加速的想办法，大家咱们要有这个 KPI，咱们没有真正的结束。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事情，但我认为真实的就是这样啊，这也不是在解释找借口。演唱会防黄牛宝宝，演唱会就是能防的咱们都防了，他怎么又？他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就是防都防了，但是咋防嘛？这个事儿他能咋防嘛？人在利益面前，你说怎么防？你们慢慢的就知道了。但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好吗？就是真的，你们能够相信我，好吗？没有捆绑呀，宝宝。对呀对呀，怕化妆师挨骂就不会要用化妆师，怕闺蜜挨骂就不要让她出现在你工作。当然了，所以现在我根本不可能再让他们出现在我任何一个合作商务里，好吗？就是我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出现在我任何一个合作商务里，绝不可能，好吗？但是能不能就是如果签了合同的，能不能签了合同的，咱们就是那个什么呀？这个赔款的话，我也得赔，但我愿意为我自己承担这个后果。但是如果签了合同的话，咱们能不能稍微那个什么一下啊？给我一点时间去处理这个，好不好？什么我的票卖到13000了，你们不要买这种票，我跟你们说，不准买这种票，不准买这种票，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会有很多的这个机会的，但没有必要去花这种钱，真的没有必要花这个钱。而且为什么我求你们别去花这个钱？因为什么？因为，哎呀，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但是我必须要说了，就随便吧，毁灭吧，随便吧，我必须要说了。演唱会亏老些钱了，朋友们，咱们就是见面的这个机会啊，咱们制造这个见面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包括表演，包括排练，包括演出，包括到最后，咱们就不说挣钱的这个事儿啊，咱们确实是为了这个咱们拉近这个彼此的距离啊。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你还要愿意去花13000买一张几百块钱的票，那我纯粹是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做这件事情全部都付出了真心，付出了努力，付出了金钱，付出了所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是便宜了那些中间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没有这个必要，好不好？拜托你们。对啊，工作室有没有在解决问题，这个也是问得很好，我也会去问这个，我也会去马上去调查这件事儿。对，我有这边一个耳洞，但是我这边昨天晚上洗脸的时候有点扯着了，好像又扯流血了，好麻烦哦。然后这边有2个耳洞，这边有2个耳洞。然后我觉得你们也没有错，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想让你们误会，说是我在说你们做错了。我说啊，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你们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你们也没有做错，而且我觉得你们说的是有道理的，所以我想要给你们解释一些中间的一些问题。高黑是真的在高，宝宝们，我每次看到你们发小红书发这些的时候，我都会转发给他们，我说告了吗？在干嘛？他们就会给我看这个进展什么的，它真的是需要过程的。
就好似是，如果去年不是，如果去年不是，现在就是去年如果不是，比如说不是刀哥，或者是不是这个阿里，包括这个凡哥，就是如果不是人家的这个帮忙吧，我现在今年还在打官司呢，我就别说什么进不进组了，也别说接不接什么代言了，因为我其实不想说这些事情，可是我认为。就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解释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些有心之人一直都在带这些节奏，想让大家都觉得哇，赵露思你怎么是这样的人？但你也可以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如果你确实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想狡辩，但我只是想把真实的情况说，就是最真实的情况，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情况，发誓的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不想要大家就是误会，但如果你发现我没有误会，赵露思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果然就是这么的讨厌，就是这么的自私自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又不听劝，我不会再喜欢他了。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确是一个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没有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所以，但是我不希望是因为误会在中间变成这样的一切。告黑绝不可能会心软的，宝宝们。我去年经此一遭，我高黑绝不可能心软，我将会拿起法律的力量，我将绝不会心软。告黑也特贵，我说实话，但是这必须得花这钱，好吗？所以就是咱们肯定会因为一些原因，也付出了一些努力，才可以到今年那么快的重新接上商务，回归工作，甚至准备要进组。但正常如果走到法律程序，没个两三年，我认为是下不来的。有没有学律师的宝贝们能不能说一下？所以这一切都太来之不易了，宝宝们。拍写真可以拍呀，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很好的内容和利益，就是拍出来就是那样的话，我不愿意拍，拍来干嘛？如果这个东西拍的没有意义，拍来干嘛？什么？我刚刚黑头我是挤的。对呀，比如说现在他们自己内心也会去评判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商务我是不是非得要接？如果我跟露丝接一样的，或者进组我跟露丝进一个组，我可能就得挨骂了。如果演不好，可能会被骂得更惨。这是他们自己要去考虑的。我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课题了。就是我要不要因为这个角色我这个角色好到我就是一定要争取，一定要去试戏争取，然后演上这个角色。哪怕是被粉丝骂，被露丝的粉丝骂的要死，哪怕是怎么样，我都要去，那就是他自己要去抉择的一个事情了。他不是我可以去帮人家去做决定的，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去跟人说，我说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的粉丝不开心，所以你绝不可能来我的剧组。我这成什么人了？我在搞什么？我这成什么人了？商务会认真筛选的宝宝，商务会认真筛选的，但是我们有业绩压力呀，宝贝们，这个你们可以理解吗？然后呢，他们其实有在有找很多的
就是好，人家就是就是咱们就是说，到底是啥算好？我自己觉得我代言的这些品牌都很好，就是因为不好我也不去代言呐。然后你这个可能搞得我自己有点不太知道，到底啥是你们觉得的好？但我觉得我以为我现在代言的都很好，就是这个是不是有点我的那个是我的，就是我觉得我代言的品牌都特别好，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其实对于我想跟你们聊一下啊，其实这个，唉，就是要说的非常清楚，就是从去年要开始说，然后去年说的很清楚，然后就是就是清楚到就是真的是不可以再清楚了，宝宝们，再清楚的话，我将会被法务问责。就是我觉得就不可以再清楚了，我觉得只能点到为止了。就是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我也没有任何办法了。要不这样的话，我就只能把就是合同发给你们看呀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们要相信我好吗？就是一切的事情它要合理。这个世界不是我的，这个世界也不是咱们的，这个我们只是一个艺人，我们只是一个艺人。很多事情，如果我没有这么大的话语权，我没有这么大的控制能力，哇，这不可能啊，宝宝们，不是咱们想要啥就能有啥的。但这个中间，咱们可以去努力，但不是说我今天我要，你明天就得给我得到，我都不敢这么做。所以咱们一定满足粉丝的要求。我们一定尽量满足，如果不能满足，我就不做了，我就不要这个了。这个是我可以来衡量的事情，但我只要知道你们想要什么，那 OK。如果没有这个，我就不要了，这个 OK， 好吗？但是我知道大家想要什么，在中间的过程，我们就是需要去努力，还得有沟通的过程，不是我们想怎么样，我们想说什么就怎么说。是啦，我今天只不过只是给一些在中间有点摇摆，然后觉得，哎，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粉丝一个解释啊，一个解释，但是不是那个，不是要去跟那些就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的，那个叫什么呢？那个他们告诉我这个叫乳锥粉。对，他们告诉我那个叫乳锥粉，就是我这一切都不是在跟乳锥粉来解释，因为我跟你解释不了，因为你这样爱我的方式其实我也很难接受，所以我不是在跟你解释，我只是不希望让中间的那一群粉丝他有点迷惑了，他觉也睡不好，他饭也吃不好，因为我觉得哇，我何德何能让你的生活为了我这样提心吊胆这样子，你们记得吗？去年的时候我直播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吗？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提心吊胆，为了我去吃不好喝不好跟我一起难受，我不想让你们这样，所以去年直播也是这样，今天直播也是这样，所以没有任何想要去跟不值得去解释的人去解释，但我只是不希望让粉丝心里不开心不舒服，只是因为这样。你们看到赵哥的账号了吗？
多跟圈内的厉害的人互动，要交新朋友。那你们都说了，工作和生活要分开吗？这不是我要分开的呀。我的性格，我为什么也很难去人很多的综艺？因为我的性格的确不太适合交朋友，我认为这是我性格上面的一个弱点，而且我会很累，我会很容易去焦虑太多东西，这个开不开心，那个舒不舒服，我说这句话会不会让这个人不舒服，我说那句话会不会，我太容易焦虑了。怎么能让我自己不要去焦虑呢？就是我只跟熟悉的人和我了解的人一起来玩，所以我才会比较舒服。就像咱们这么多年了，如果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所以我可以直播直接告诉你们，我认为这些问题的问题在哪儿，然后你们认为问题在哪儿，我们可以直接沟通。我更喜欢这样的沟通模式，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因为我要在娱乐圈工作，或者我要得到更大的东西，要去交新的朋友，要去接近谁，要去跟更厉害的人在一起，我不认为。我不可以接受这样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 OK 啊，我觉得这个不 OK。而且再说了，我觉得我现在交的朋友也很厉害啊。到底啥才叫厉害？是拿金钱来衡量的，还是拿社会地位来衡量的？可能我交朋友的厉害的这个程度，我觉得可能这个我们的衡量标准不一样。你就类似于我特别喜欢那个跟很多自媒体，就是你们说网红交朋友，因为他们很厉害。很多自媒体的网红他都是靠一己之力，没有团队，没有经纪人，就是靠自己剪辑，自己拍摄，自己去做内容，把一个账号经营到几百万粉丝，甚至几千万粉丝，甚至更多，这还不算厉害吗？这还不算厉害？所以我觉得就类似于我拿魏笑举例，他跟我没有差几岁，他在这个时候选择去结婚，选择自己的生活，他也没有因为我要认识他要认为他要认识更厉害的人，所以他一定要留在北京，每天去跟更厉害的人吃饭干嘛这那儿的，他也没有去做这些啊。但他打游戏非常厉害，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怎么可以坐在那儿打游戏，可以从1点打到6点啊？这不厉害吗？这多厉害！在我心里面的厉害，我觉得可能是跟大家的这个厉害想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说实话，我是没有办法去因为什么而去接触什么厉害的人什么。我觉得我身边这些人都非常厉害了，我身边的人，我认识的愿意交朋友的，包括是现在已经是朋友的，我认为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要不然这只是他在比如说在生活上非常厉害，在这个什么上面非常厉害，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对啊，商务我肯定不会绑定了，但是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艺人来讲，作为在一个剧组，如果这个剧组它不是我投资的，如果这个剧组这几个亿都不是从我这儿拿出来的，我没有办法拒绝人家要去选这个机会。哎，这个不是我可以去那个什么的呀，各位。所以我刚刚说了，这个是他们的课题。如果他觉得说反正以后啊，咱们就说如果一直要这样下去的话，其实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后果，就是当然赵露思都守住了自己的利益，但也没有任何人愿意跟赵露思再在一块玩了，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去接触赵露思。赵露思的剧组之后将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任何演员敢进组，因为都会被骂死。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驱蚊贴继续做驱蚊贴，继续做驱蚊贴。你说那个精油的驱蚊贴对吗？那个到处都买得到，宝宝，你们非要这个吗？
那个驱蚊贴不是到处都有吗？嗯。然后我也有去了解了一下那个，就是 RDD 那个杯子，不是一直你们想买，然后又买不到那个杯子吗？没有搞什么那个饥饿营销，宝宝啊，这个是那个工厂啊，工厂好像那个电力什么的问题有停工还是干嘛的，就是它很多的事情它都是很细很细，每一件事情都真的是斗在一起。它其实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表面的这个事情，但是它斗在一起，它中间的细节就是千丝万缕。所以，但是我不能因为一个产品，然后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就告诉你，啊，是那个工厂停工了，然后什么的嘛，就显得特怪。所以就是你们要足够相信我，你们当然可以一直发你们的问题、你们的不满，或者是你们的开心，或者是不开心，我都可以接受，我也全盘都可以接纳。但是呢，我只是想说，我可以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就是可以让我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吗？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们比如说啊，之前我了解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露丝，你能不能快点进组？好，这是我看到很多粉丝都在发的一件事情。OK，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快点进组。现在就是你赶紧的，快点进组，能去拍戏就赶紧去拍戏。好，那我就以这个目标去选的话，然后你们又说，哦，不能拍谁谁谁的戏，然后呢，不能拍影视化的戏，不能拍，那我又没得戏了，我没得了，没得了，就是太难做了呀，太难了呀，这个太难做了呀。那以后能不能投票？咱们能以后投票吗？给我一个执行的一个方向，可以吗？就是太难了，这个事情怎么可能满足每一个人啊，宝宝，宝宝，这个事情，你马上中考了，你马上中考了，你还坐这看直播呢？你马上要中考了，你还不赶紧复习？你马上中考了，来河南人了，RDD 可以做小风扇吗？做啦，已经做啦，有做了，手持的那个是不是？这小风扇本来一开始呢，我是想就是演唱会或者什么都送给大家，因为夏天可以用的比较多嘛。但是如果不是做好一点的小风扇，它会有质量问题。所以就是在这些小电器上面呢，我觉得我宁愿成本要高一点，但是还是希望说东西不要出问题。所以也希望理解啊，但是都看你们自己就好了。哎，你们不是很喜欢看丽丽吗？因为看丽丽是我起的嘛，因为我觉得看丽丽好可爱，就是 Lily 是一个花儿的一个名字，有谁知道是什么花儿的名字？什么拍武大？杂志界也不归我统治。我再说一遍，杂志界也不归我统治。我当然想了，我跟你说，你们足够相信赵露思吧？她不是个大笨蛋。如果有好到牛逼到特好的剧本、好的杂志，所有好的东西，我说别来啊！我这人就不喜欢好的，我这人啊就不喜欢好的，我对好的没兴趣。我是这种人吗？我更不是这种人。但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我知道你们着急，去要求工作室，去 push 他们去，让他们去干活去，让他们去做去，好不好？好不好？O 不 OK？
腿粗怎么办？哎呀，这根本不用怎么办啊？谁说你腿粗啊？是跟谁去对比的呢？跟的是什么是对比的？正常人类吗？还是说是跟艺人？还是跟模特儿？还是正常的人类？就是谁说你腿粗？有在告啦，有在告啦。我自己的，你们想看综艺对不对？你说我这种性格的人吧，我也想去拍拍综艺，但我这种性格的人吧，我上了综艺，我又怕又挨骂，或者是恶意剪辑，或者是营销号恶意剪辑，然后呢，你们又难受了，又说赵思让你去进组拍戏，你上什么综艺啊？又去搞这个，没办法呀，朋友们。小红书下载这个功能我没有关过，我没有关过哟。眼睛红红的，我好像眼睛一直都是红红的。比如说宝贝们，这个 RDD 的产品，看它有贵的，也有中等的，然后也有便宜的。那主要是按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这一次啊，我这个杯子我就订10万个杯子，那我觉得单价我其实能打得很低，但我得有信心，我能卖出这10万个杯子。如果我卖不出这10万个杯子，就全部就囤在那儿了。那我要再要拿这笔钱去下其他的货就没得了。它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你们只需要去想说，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有点贵，好，那我不买了。然后这个东西，哎，我觉得挺好，哎，这设计挺有意思，那我就买了。你只需要为你的开心而付费，你的需要而付费。这个就是最正确的事情。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我花钱很快乐，就可以花；什么事情觉得花钱是不值得的，越花越生气，那就别花。对，Lily 是百合花，这是很纯洁的爱，很，所以我觉得叫 Candy， 我喜欢 Candy， 然后又有就甜甜的，又是很有爱的感觉，然后 Lily 又有百合花的感觉，所以我很喜欢。谢谢你相信我。看一下美甲嘛，我还是希望能有时间能给你们多直播的，讲真的啊，就有点橘色，就是好像是小姐姐给我调的，有一点点泛橘，但是不知道你们觉得 O 不 OK 啊？因为也有可能会觉得是感觉有点脏脏的，我也不知道，看你们自己喜欢的。
宝宝，什么叫私服多样化呀？它都是私服了，私服我就是一个，你们也知道，我以前拍戏，我就是个穿睡衣去拍戏，怎么简单怎么舒服就怎么来的，咱们没办法多样化。私服就是我个人的审美，但是确实很多大家的私服也是很多找造型师啊什么的，但我没有办法，我特别不喜欢把很多事情给复杂化了，我就是真没办法。这个我的私服就只能这样，但是我能敢保证的一点就是，所有的私服都是我愿意穿的，我喜欢穿的，我想穿的。但是如果以后我在每天早上起来穿衣服，或者说我今天要出门要出差要选衣服的时候，我要在想说，我能穿这个吗？粉丝会不会不喜欢？我能不能？哇，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把工作室都辞了是不是？那你来上班，你立马过来，立马过来上班，好吧？立马过来上班，明天立刻入职。看一下抖音不在了，因为我出差了。宝宝工作室他不是冷暴力粉丝，我能明白，但是这个我就是立刻就会去开这个会去马上把这个事情给总结一下，给到你们回复好吗？就是他不是想，但他的内心是绝对不想的，只是他很多事情吧，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发怎么说，他倒是给我解释的挺好，我也干着急。多更新日常吗？我的日常就是上班啊。我这2天是休息了一下，从 Vogue 开始一直到就是没有休息，去韩国也是，你们之后就知道了，反正都是为了工作啦。然后到这2天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又出了这么档子事儿，所以这个我也想要多更新日常，我没有日常，我的日常会让你觉得很无聊。而且我也没办法更新很多，因为啥呢？因为有时候拍摄啊或干嘛的，人家不愿意露出嘛，提前露出，对吧？我甚至是昨天早上，我看到很多人在跟我说端午节快乐，然后我才知道，跟我说端午节安康，然后我才知道，昨天是端午节，没有开玩笑。我之前一直知道端午节马上要到了，但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天。昨天早上我才知道，当天我才知道，晕的，我人都是晕的。螺蛳粉，我超级爱螺蛳粉。你看我这个地方就是昨天，是我昨天扯到了，你知道吗？很痛。这个灯怎么一亮一黑，一亮一黑，什么意思？啥？咋啦？你们不喜欢 Kelly 这个英语吗？可以换呀。你们如果喜欢什么？泡泡什么泡泡？如果你们不喜欢的话，可以换啦。如果
双眼皮儿做毁了怎么办？我已经可以来解决这个事情了吗，宝宝？维权，那肯定是维权，维权好不好？二弟弟可以出雨伞吗？给你们偷偷说一下啊，像这种啊，就像什么雨伞啊、杯子啊，或者这些，它需要非常强开模的东西。如果它得要开模的话，它就是很贵，而且量很大。你别说你提了意见，然后我不做啊，我就给你解释，给你解释一下。喜欢看莉莉吗？为什么叫看莉莉啊？什么意思啊？反正我觉得禁足可以染回黑发吗？禁足可以不贴双眼皮吗？禁足可不可以不戴眼镜？禁足可不可以回到18岁时候的那个婴儿肥？禁足可不可以回到之前92斤的样子？禁足这样吧，我觉得要不然，如果你对我有太多就是照射你的眉毛、你的眼睛、你的头发、你的怎么样、你的鼻子，你怎么样，都那个什么，你代替我去，好不好？你代替我去吧。你根本就不看角色吗？他是什么样的角色呀？他应该是什么样啊？啊，这对吗？我更不敢出化妆 vlog 啊！这个化妆 vlog 一旦一出，然后又本来最近这个事儿吧，骂的是王雅佳，我这化妆 vlog 一出吧，又骂我来了，我不出。这个我很聪明，你少在这儿 PUA 我，这个我肯定不出，这个我肯定不可能。没有让你要爱屋及乌，宝宝，不要再带这样的节奏了。这事儿已经过了，这事儿都已经过了，没有任何人爱屋及乌这4个字，我赵露思都没有说过，从未。包括我下面签的所有艺人，他们都没有想过说我哪一天必须要让赵露思的粉丝也喜欢我，没有啊。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得到过喜欢，他根本就不敢这么想，所以咱们就没有这样的事儿，从未有过。如果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然后你不停的在告诉其他所有的粉丝我是这样要做的，我让你们要这样做，如果这不是一种错误的引导，我现在都不说恶意的引导，我就觉得是错误的引导。如果不是这样错误的引导，我今天不会来直播来说这些事儿。当然有了这样的结局，我确实也反省了，我觉得也有我的问题存在。我有看，我不是说我一定要看这些，我没有宝宝，我不是说我故意要去看这些乳锥粉或者屁屁粉的这些帖子，或者是怎么样，我不是故意要去看，而是
我发现他们真的有影响到真的爱我的粉丝，本来他们可能他们日常生活就已经很累或者怎么样，他们还要影响到他们，还要因为我赵露思而难过。我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而不是我看不到，就是我当然看得到啊，你们夸我，你们那个夸我，我还看到。因为我的 Plog 上面不是没有文字嘛，然后我还要看到很多宝宝把我的 Plog 上面添上了文字，然后发现了很多就是小细节什么的，我都知道呀。贴纸吗？什么贴纸？宝宝，你说儿弟弟什么贴纸？哦，之前我们不是出过视频吗？这个视频的问题就在于啥？首先，第一个它也是要开这个模，它就时间比较长。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会有，就比如说这个发夹呀，它会要掉色或者干嘛的，就是怕品控不好，怕大家觉得说，咦，它怎么就这样了？或者品控不好，有点不就是等有非常强的这个品控，包括供应链，然后我再给你们上。ASMR 有的，我去韩国还录了呢，他们就不给发。问他们为什么不给发，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吧。事儿吧，天天活也有干，干完了他就不发。然后前两天才发那个奶奶的那个寿宴的那个视频呢，我还说是干嘛呢？我还说怎么这会儿才发呀？他们说因为前段时间粉丝有点不高兴什么什么的。你们一不高兴他们就不发，害怕，我真的也无语了。你们去催他们，让他们发去。怎么改善体态吗？就是我是怎么改善的？我就是刻意去注意呀，因为有时候每个人他的一个习惯的一个坐姿或者站姿都不一样嘛。然后呢，你就可能就是要下意识，就是要有意识的去注意自己的这个体态。琳达，帮我拿一下水，谢谢。水，水，我想喝水。好，谢谢。要考试的就赶紧去，什么把什么小红书什么清晰保存打开，在哪里打开呀？啊，跟你这个衣服长得一模一样。好，15是吧？嗯。你们喜欢看那个"我可以成为任何"系列吗？其实我还没有想到我想去干嘛，因为最近可能有点忙，然后最近有点忙的话，人一旦有点忙，你就是能有的时间，你就想躺着，想躺着就不想动，你知道吗？然后就没有去太想那个要去干嘛，要去体院啥了。谢谢你喜欢我这么久。
工作室换人换谁嘛？你给我推荐吗？我在哪里换吗？在哪里招人吗？就是你这个人呐，这个东西啊，在这个社会人非常多，但不一定都能找到你适合的人。那如果我换掉了这个位置，他谁来做呀？这工作现在谁来做呀？宝宝，他这个事情真不是面儿上看着就是哦，换人是干嘛？就是不是偶像剧。我当然就要去想这个事情，我如果去处理了，他是不是会变得更糟？更糟的情况就是谁来做呢？那你快点去好好学嘛，你就去考那个经纪人证嘛，你要去学嘛，然后你们就是很牛很牛很牛，然后你们来应聘嘛，这就更好了。我上哪儿找嘛？陶艺非常不错，而且我现在也跟你们学会了，就是我在看人家说我呀，或者发帖子说我什么的，我就也会去就是点进他的主页，看他到底喜不喜欢我。我也不会就是随便看一句，然后我就觉得哦，你说的话我要听，这样我也要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立场，你对我说这些话。然后如果我发现哦，好像哦是粉丝，他对我特别关注，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会让他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又往下刷评论，然后有些评论的人点进去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就在那拱火，我非常讨厌这种在那拱火。人家之间本来吵架，人家赵露思跟粉丝之间的解决问题呢，人家会你在这拱火呢，在旁边就是他这个人啊，他就是不听，随便他吧。什么啊？他就是怎么样，就被他的身边的人吸干得了。什么就在那拱火。我跟你说，我看着当然不高兴啊。我跟我自己的人中间有要解决问题，你拱什么火呀？我接受不了。然后更重要的是，有些时候粉丝真的能被拱着，这个火啊是能被拱起来的，我非常的理解。只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拱火的人。你们喜欢听 U2 吗？但是他们都说不喜欢听 U2。吃了，我今天吃了一个米线。而且你们要知道，哎呀，反正然后你说啊，你没问题，他拱什么火呀？然后怎么样？其实道理都特简单，单纯不想看你好。他说在网上造谣和网上为什么这么多这样的问题？因为不需要成本呀，他只需要花10秒不到的时间，他也不会去想这什么后果。
会想说，哦，这个人会不会真的听进去了？哦，会不会真的对赵露思有伤害？哦，会不会真的对这个事件里面的人有伤害？人都这么善良就好了，对吧？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有这样的人出现，我们也要变成他那样的人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素素交出 ASMR 对，素素交出，迟迟不交。但是我有一说一啊，人家那个演唱会又干嘛呢？赚不赚钱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这是肯定是那个什么，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再去高价再去买这个了。就是我这心里看着真心疼啊，就千万不要去好吗？总会有机会的，如果你能喜欢我久一点，再久一点，总会有这个机会了。不要去花这么多的钱，好吗？宝宝耳钉说在泰国告了，都有告的。他们告了，为啥又不说告了嘛？我真是服了。因为我跟你说，现在很多很坏的人，我告诉你哦，他比如说他用什么代称啊什么的，我就告不了他，就是取证取得很难。就是他们很聪明，对我造成了伤害，但是他们在最根本证据那一下，他又自己去，反正也很聪明啦，就是他很难了，给一点时间好吗？肯定要告了。什么？这什么情况？来问问。我很想把我们家的暴躁兔给你们看一下，很暴躁。你知道吗？我们家的暴躁兔突然有一天早上，哐当，8只小兔给我吓的，我以为什么老鼠生在我这儿了，你知道吗？给我吓一大跳，我简直不可思议。然后呢，我们家暴躁兔吧，每天你知道吧，水果吧，可能是水果吃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吧，暴躁兔又得乳腺炎。暴躁兔得了乳腺炎之后吧，每天给它喂药，给它喂完药之后呢，你知道吗？这么多只兔子，我每天喂奶呀，我给它喂奶喂到大的呀，哇，真的
奶妈每天这个喂了喂它，喂这个喂完喂它，这个喂完喂它，喂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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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喂完喂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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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容易了，想看吗？算了，不想看，不给你们看了，太暴躁，因为没涂唇膏，我涂了一点唇釉。All my warm heart stories melt within this jazz one. Really hopping djembe soul, let the gentle rhythm ride. Soft heart cry, low drum home. Quiet healing deep inside. Chased by distant stars through cold and lonely nights. My heart carried heavy weight, lost all its former light. But when the harp sings low, the djembe rhythm rises high. This cozy cafe soul. 我还有3分钟我就走喽。而且你知道吗？我昨天发了一个那个跟雅佳的照片，然后大家又很生气说，哦，刺激我，就这个就不是大家啊，我认为不是粉丝啊，就是我明明就是想要解决问题，可是呢，但是我又怕我无缘无故发那一段话，大家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我跟雅佳的自拍，但是我只是想说。看我这段话啊，我是想说的是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不是别的事情啊，别上升到别的事情。好家伙，直接又给我挑衅，赵露思挑衅粉丝。为什么？我这么爱我的粉丝，我的粉丝这么爱我，我挑衅他干啥？那很多不知情的人就会这么认为呀。挑衅这2个字，这2个标题一出来，大家就觉得没错，更过分了。肯定。所以不要有这样的误会，讲真的，多伤人，你也睡不好，我也睡不好，多伤人呢，搞得咱们在谈恋爱似的。因为对方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这不是总在深夜里反复温习你说的每一句温柔的语气，旁人都劝我别太执迷，可我心早为你关不上缝隙。世界太拥挤，太多假意，只有你让我卸下所有防备，不用伪装，不用刻意。拍戏肯定会拍的，然后呢，但是只是为了。其实这么认真在做这个事儿呢，也其实单纯就是为了不要出现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别我去拍完这个，我去拍了这个戏，然后如果是很着急忙忙的剧本什么的都没有搞好，或者是又变成之前那样的情况，或者是怎么样，这个
我觉得没必要啊，都，所以肯定是会把这个事情排上日程的，也排上日程了，也真排上日程了。玻璃太容易碎，可我不畏惧，我只害怕不能一直陪着你。我把心摸得干净，很透明，没有杂质给你。爱本就没有道理，遇见你才是全部意义。不问结局，不问归期。我要走喽，拜拜哦，爱你们，拜拜哦，爱你们。因为反正我觉得你们不用，首先第一个，我从来不会要求大家要爱屋及乌，也没有要求过大家要去消费什么产品，包括代言的。如果哪天大家说我不喜欢你赵露思了，我根本就不想要去消费你代言的东西，也 OK，我就接不到代言而已。其实但我不想让你难受，你心里不要不开心，你别不开心就行，这个事情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别不开心，好吗？然后呢，包括像 RDD 呀，像这些，你们如果喜欢的话，你们就去买；不喜欢的话就别买，因为这都是我在创业呢。这个创业就是有试错的成本，这试错的成本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消费者，还有你们真的喜不喜欢？不喜欢就是我就完全我不会说怎么会没有人喜欢？我就每天发视频说。你快看啊，这架子多可爱！你们必须得喜欢，必须得买，没有吧？所以我就说，就是没关系的，这个就是一个就把它当成是我的创业，所以好跟不好，你们都尽可能都可以提，因为你们就是消费者，你们是消费者，你们就应该要提出你所有的需求，这个产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明白我的意思吗，宝宝们？开心就好，反正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就好。我要走喽，拜拜，拜拜。我的刘海怎么长那么长？拜拜了，澳門見，澳門見，拜拜。好蹩脚。什么？网传赊牌待遇怎么解决？那都是网传了，宝宝，那都网传了，你自己都说那网传，是不是？太当真了，咱们那都是网传了。我还有工作室，我们用什么身份？我跟人八竿子没打着，我们用啥身份来解释嘛？多尴尬呀！人品牌想说别蹭了你，对吧？那我们现在是什么个身份给你解释嘛？没咋解释嘛，没法解释。不，这个事情你想想，我的处境有多难吧？你想想我的处境有多难，对不对？咱们怎么解释嘛，宝宝，好不好？澳门见啦，澳门见啦！这会有很多的惊喜。拜拜拜拜！澳门热狗车好像去不了，因为那边对食品好像就是很不太好弄，去不了啊。下次吧，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我们就是在成都或者在什么地儿的时候，好吗？拜拜哦！要考试的赶紧去考试，然后放假休息的宝贝们就好好休息，不要因为我而搞得心情不好，也不要因为任何人而心情不好。然后也非常谢谢你们的相信，谢谢你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尽可能晚上我就会去开会的，尽可能很快就会去解决大家看到的一些问题，尽可能解决，好吗？指甲之前看过了，你去看截图吧，宝宝。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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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那么爱我，拜拜。